大家好，我是钟子通。会有这部作品，是因为最近台湾社会发生一件大事，在知名连锁素食餐厅发生了权势性侵的情况。那受害者最后轻生，我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只能借由自己的流量介绍作品的同时，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关注这个社会事件。那第一部作品呢，就是由羽孝美琴所演出的 SSIS 290。这部作品也刚好就发生在素食快餐店。女主羽孝被自己的男朋友邀请一起去自己打工的快餐店当同事，想不到这是亲自将羊送入虎口啊！就这样被外表看似亲切的店长趁虚而入，在店内的各种死角做着不可告人的事情，简直禽兽不如啊！那说真的，让这种原本应该是承载着大家的笑容、合家欢的餐厅，变成藏污纳垢、让工作者朝不保夕的地方，我想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我们下一步看的是胃部奈奈的 SONE 315，那这一部的主题就是对于那些难以说不的女性为所欲为。是的，这个世界上既然有喜欢对自以为很行的家伙说 no 的人，那当然也有这种对方没有办法拒绝就得寸进尺的人。那场景就分别是没办法反抗上司的 OL， 被顾客咸猪手的按摩师，遇到狼师的学生，以及被制作人要求整营业的偶像，非常硬派写实的设定啊。但是大家也要记得啊，虽然常常会有顾客永远是对的啊，或是来自上司的压力，但是请记得遭受不平待遇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留下证据并寻求帮助啊。再来看的是水补英的 MID 950，这部以前也有介绍过，描写在超商打工的水补，因为被店长下药的关系而沦为他的宠物。那这边除了严厉斥责下药这种行为之外，也要讲一句，水补被下药之后的表情真的超憨啊。接下来的作品则是丰富爱的 SONE 357，这一部也是在超商打工。看来日本人真的觉得超商打工是蛮危险的啊。那丰富爱在本作当中扮演一位外形虽然姣好但态度非常差的店员，于是店长就以礼仪教育的名义狠狠的对他的身体上了一堂课。那这边也要讲啊，虽然态度差很有问题，但是还是要用正规的手法来处置，不是用这种满足私欲的做法啊。下一部作品则是白风美羽演出的 IPX736 以及樱空桃演出的 IPZZ198。两部作品的性质比较接近，剧情都是描写他们在一家打工的咖啡厅当中，被店长要求换上非常短的迷你裙，于是他们就得同时忍受被店长侵犯以及客人的骚扰，虽然让人印象很深的 NTR 作品。再来则是当年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大学生女优河南实里，由她演出的 MUDR040，这部竟然还是2次元改编。描写河南在她的男朋友邀请之下，一起到快餐店打工，然后就被店长是不是感觉好像听过类似的剧情？没错，这部大致情节跟刚刚介绍的羽孝小姐的作品颇为类似，只能说这种东西啊，就跟跑步游泳一样，都是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然后再来看的是这部桃乃木所演出的这个 IPX400， 描写家境贫困的桃乃木为了在公司里面生存下去，只能对所有要求逆来顺受。想不到这真的是一间黑心企业啊！不仅压榨他的劳力，私下还要凹他的肉体，真的是严厉斥责，看得非常痛心的一部。在我们看到这部作品由立山立旭演出的 JUR121， 必须得说他当初移籍 Madonna 让我很惊讶，但是后来看到他演的相当丰富的剧情作品之后，也是蛮开心的。像这部作品，他演出一位经常加班的 OL， 有一天丈夫在看他的工作日志的时候，才发现他一直跟上司互通有无啊。说真的，看到这种文字，对家属一定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紧接着看到是 PPPE051 细美子苑演出的作品，剧情描写打工仔细美为了跟店长争取加薪，于是只能对他耳男要求忍辱负重，这真的是令人发指啊！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竟然利用别人的经济弱势满足自己的私欲，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那下一部我个人觉得剧情跟实用性都非常出色，由神宫寺奈绪演出，剧情描写刚结婚的神宫寺甚至还没去度蜜月就被社长给提拔到社长秘书的位置，想不到社长其实是觊觎她的肉体，在社长室当中不断的玩弄她，但丈夫在经济压力之下也无法做出任何反击。这部神宫寺的造型真的都超级色，不情愿的样子也演得很好，我十分推荐。接下来则是姬孝华这部 JUFE251， 女主角也同样是在快餐店工作，但是这部比较少强迫的成分，只是让我们从这些影片桥段展现了她被调教的过程。那既然我们会看到，也表示这个东西
是被流出的，算是从某个层面告诉大家，这种自拍真的不要拍太多，因为它终究是会流出的，就算你是大明星也一样。好，再来看到这部是香泽南演出的 IPX873，这部他的扮相也是相当出色。那剧情描写他在公司当中有一位生理上难以接受的上司，那这位上司私底下也是疯狂迷恋着他。那有一天因为手机忘记拿，回到公司的香泽发现上司正拿他的私人用品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东窗事发的上司啊，所幸不演，直接用强迫手段跟香泽发生关系，非常下头的做法。虽然香泽这一部的黑丝真的赞，但这个上司是真的恶。OK， 那下一部作品就是炼冤桃菜的 STARS869。这部也是在便利商店的题材。那剧情描述在超商半工半读的炼冤小姐，在确定面试上想要的工作之后，竟然被打工店长威胁。原来是他的众多打工之中，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拍摄大池写真。店长随即利用这个情报威胁炼冤，如果不想要这个黑历史被伸张的话，就得听从自己的命令。那接下来就是各种被欺辱，所以即使我也算是这个业界的从业人员啊，还是要奉劝所有对这个行业好奇的人，确定自己在做什么再来做。在我们看到这部宫下绫奈所演出的 MIDV611，剧情描写他所扮演的超商店员在某一天晚上因为停电的关系，于是跟店长被锁在店中，想不到店长不是想着怎么逃生，而是想着怎么跟宫下偷生，真的是有够夸张啊！一心只想着繁殖。希望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请先想怎么让大家脱困比较实在一点。那最后呢，还是得提到架奶油罗，果然有这种细腻的戏剧型作品，还是得有它。在这边推荐2部作品，分别是 SSIS910 以及 SONE198。第一部的剧情当中，架奶扮演一位听话又顺从的实习生，极度不自信的他只能听信上司的 PUA， 并且不断的忍受骚扰，看得真的非常令人心疼啊。那另外一部之前也有介绍过，同样也是在公司内太过沉默寡言，竟然默默忍耐职权侵犯长达3年。然后说看这2部因为架奶出色的演技，有时候都看到有点气，真的是。好，那以上就是这次推荐的作品。那针对最近的事件，我个人并不会号召大家去抵制店家，因为这个是属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你要吃就吃，不吃就不吃。那就算我不吃，我也不会要求你也不能吃。当然，这边还是希望业者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毕竟，身为跨国大型企业，就像 Uncle Ben 讲过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欧美国家，这种事件可能是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赔偿。因为在享受的高额营收的同时，也别忘了有义务去打造一个大家都能安心上班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对受害者家属有着更多的关怀和社会责任。再次强调，我个人力量很小，所以也只能呼吁大家持续关注这个事件。我是中统，我们下次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